那些买股票买到倾家荡产的人，他们身上究竟有一个什么可怕的共同点？如果你不懂得某个关键的方法，你也可能重蹈他们的覆辙。让我们一步步揭开这个秘密。想象一下，你是否有过这种经历？看了一支分析股票的影片，信心满满的买进，结果股价却一路下跌，深深被套牢。朋友跟你说某只股票一定会大涨，你跟风买入，结果亏损，只好割肉停损。谁知你一卖掉它，又开始上涨，仿佛在捉弄人。这种反复打击是不是让人懊恼又不解？别担心，你并不孤单，许多投资新手都有过类似的遭遇。但更惨的是，有些人不只是小赔几笔，而是一次次将积蓄赔光，甚至赔到倾家荡产。今天的故事就从一位工程师的血泪教训开始。这位主角是在科技业上班的工程师，月薪10几万，收入不低。然而短短3个月内，他却在股市赔掉200多万，连新婚妻子的嫁妆都输光了。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已经是他第3次把股票账户赔到见底。是的，他过去也曾2度在股市中把本金输个精光，事后努力工作，再存钱卷土重来。结果没想到相同的悲剧一再重演。而与此同时，他隔壁部门有个同事也在买股票。起初大家的本金和收入其实差不多，可10年后，那位同事账户里竟然累积了3000多万的资产，财富自由近在眼前。同样是投资股票，为什么一个人惨败到3度破产，另一个人却稳稳实现了梦想？是股市对人玄机莫测，运气使然，还是有人犯了致命错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背后暗藏着什么关键差异？先别急着下结论，我们再看更多例子。历史上因股票投资倾家荡产的故事，其实一点也不新鲜。股票市场200-300年来风云变幻，每一次疯狂的投机热潮，都有人一夜暴富，也有人一夕破产。譬如1637年，荷兰爆发了史上著名的郁金香狂热。当时郁金香花卉价格疯涨，全民疯狂炒作，从贵族、商人到农民、水手，人人幻想借此发财。郁金香球茎曾一度贵比黄金，最顶级的一株球茎竟能换下一栋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豪宅。没错，一颗种球相当于一幢房子的价值，令人匪夷所思。为了买进更多球茎，有的人不惜抵押房产，变卖家当，只求在这场风潮中再多分一杯羹。疯狂的买盘甚至催生出早期的期权票据交易，类似现在的股票选择权。人们跑到酒吧签订合约，用杠杆小钱去锁定未来，用固定价格买入郁金香的权利。大家深信花价只会继续飙涨，仿佛赚钱已变得跟捡钱一样简单。然而所有泡沫最终都会破裂。郁金香价格在1637年2月戳破泡沫，短短几天内从云端坠落，暴跌之后几乎一文不值。结果怎样呢？有少数及时收手的幸运儿成了暴发户，但留下更多的是倾家荡产的破产者。特别是那些低阶层的参与者最为悲惨，很多平民百姓把房子和田地都押上，最后血本无归，沦为次贫。史料记载，一位名叫范戈耶的荷兰风景画家投入了自己大半身家购买郁金香球茎，幻想翻身。结果泡沫破灭后，他欠债累累。19年后去世时，他已身无分文。这场郁金香狂热以悲喜剧收场，少数人成了大赢家，多数人成了笑话。贵族和富商因家底深厚尚可安然度过，但那些倾其所有搏一把的普通人，几乎无一幸免地迎来破产命运。或许你会想，那都是几百年前的旧闻了，现代社会资讯发达，大家总该聪明些吧。但事实恰恰相反，在人性贪婪与投机的漩涡面前，时代越现代，泡沫破灭的速度反而越快，破产的人只会更多。18世纪有南海公司与密西西比公司的投机泡沫，引得无数人倾家荡产。1929年的美国股灾，许多投资人因过度杠杆一夜破产，甚至有人在华尔街跳楼结束生命，留下黑色星期二股市崩盘的永恒警示。1990年代末的网际网络科技股狂潮中，不少人辞去工作，砸锅卖铁炒股，结果科网泡沫在2000年破裂时，无数散户梦碎，退休金花为乌有。再到2008年金融海啸，
全球股市狂泻，又有多少人资产腰斩？更近的例子，2015年中国 A 股经历疯牛到股灾的大起大落，大批散户高杠杆杀进股市，甚至有人把房子抵押贷款凑资金，只为搭上暴涨顺风车。岂料短短几周内市场崩盘，超过90%股票暴跌一半以上，许多人爆仓后不仅积蓄归零，还背负巨额债务，有人一夜之间从千万富翁变回赤贫，懊悔莫及。这一幕幕历史反复重演，证明了股市中赔个精光并非小概率事件，而是投机狂热的常见结局。人们往往在赚钱时忘乎所以，在亏钱时失去理智，最终将自己推向财务毁灭的深渊。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究竟是哪些错误行为导致这些人赔光所有？那些倾家荡产的人身上到底隐藏着怎样可怕的共同点？难道真的是运气太差，还是有某种必然的原因？让我们冷静分析，他们犯下的一连串致命错误，其实往往源自同一种可怕的心态。可以说，每一个在股市里败得倾家荡产的人，几乎都中了同一种毒，那就是赌徒心态。这正是将投资变成一场豪赌的心魔。我们一项项来看，首先，孤注一掷，过度杠杆。这些人常常把所有资金一股脑压在股市上，甚至不惜借钱加码。他们投入的钱并非余裕的资金，而是养家糊口的血汗钱，甚至是房租、孩子学费，还有人向亲友借钱，向银行贷款来炒股。这种行为一开始或许能让获利翻倍，但只要风向一转，后果也是双倍的惨。举个例子，假如你有100万元满仓压住某只股票，如果你还嫌赚得不够快，又用融资借款再凑100万元，凑足200万元来买进，这等于上了2倍杠杆。只要股票下跌 50%， 没有杠杆时，你的资产还剩一半，但在杠杆作用下，200万元砍半，剩下100万元，扣除借来的100万元本金，你自己的钱其实瞬间归零。更惨的是，如果跌幅超过 50%， 你不仅输光，还可能欠下一堆债。这就是杠杆的双刃剑效应，赚的时候让人贪心，亏的时候让人倾家荡产。那些破产者大多忽视了这点，把本不该动用的钱都投入股市。他们不知道，只用多余的闲钱投资才是安全原则，千万不能拿养命钱借来的钱去冒这种险。正如投资名家一再告诫，千万别借钱炒股。所谓的股票保证金贷款、融资，在行情火热时让你如虎添翼的疯狂加码，但当股市反向下跌，你的亏损也会加倍膨胀，短短几个交易日就可能输光本钱，甚至倒欠一屁股债。这也是为什么那些真正有钱的富豪反而不认同玩股票会倾家荡产这种说法，因为理性的有钱人从不会把身家押上赌命，他们只拿闲钱投资，严格控制风险。会倾家荡产的往往是心急的散户，满手好牌却因过度杠杆而自毁长城。其次，不懂分散与止损，重压单一标的。这些倾家荡产的人往往过度自信某一档股票或某一则消息，结果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旦这只股票出现意外暴跌，他们没有任何退路。更糟糕的是，他们大多没有设定停损点位的概念。真正懂方法的投资人在进场前就会想好，跌到什么程度我就认赔出场，以保住绝大部分本金。然而我们的这些反面例子抱着幻想死扛到底，他们心中抱持一个危险信念，不卖就不算赔。于是股票跌了 20% 不肯卖，跌了 50% 还在硬撑，有的甚至跌了 90% 变成一张壁纸，终于彻底爆掉。他们忘了，股价长期趋零就是实实在在的资本毁灭，亏掉的每一分钱都要未来几倍的盈利才能补回来。举个残酷的比例，如果一只股票从100元跌到剩10元，你损失90%，想回本，股价得涨回10倍。请问10倍涨幅哪是说有就有？那近乎遥不可及。但许多赌徒心态的人就是抱着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幻想而舍不得停损。他们常说，只要我不卖，我就还没亏。可现实往往是不卖只会让小亏变成大亏，直到再也无法回天。更有甚者，一些人不但不肯认赔，反而越跌越补，逢低一直加码摊平成本。他们自欺欺人地以为捡便宜，
却不知道这正踩中了投资的大忌。所谓追高杀低、加码摊平，其实就是散户亏损最大的2条死路。股票跌下去，可能再也起不来，你把越来越多钱丢进无底洞，只会陪葬更多资金。这种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执念，说到底也是赌徒心理作祟，赌的是未来奇迹反弹。然而市场无情，哪是你想赌就能赌赢的？等现实终于击碎侥幸，他们才发现局面早已无法挽回。接下来盲从小道消息，缺乏独立思考，也是致命的共同点之一。那些输得最惨的人，往往把投资当成捕风捉影的投机。他们平时不研究公司基本面，懒得评估企业内在价值，只热衷于打听各种消息。网络论坛上的暴赚内线，理财达人的独门标的，邻居亲戚的下一只标股，哪里听说要涨就一头栽进去。殊不知，大多数听来的消息都是杂讯。市场永远充斥着乐观与悲观的杂音，上涨时人人说会飙更高，下跌时又到处是恐慌与谣言，跟着感觉走只会追高杀低。当你听到人人都在买的时候，很可能就是行情的高点。等到消息变成一面倒悲观时，你割肉离场，偏偏砍在最低点。这种剧本是否似曾相识？没错，散户就是这样被市场上的各种声音牵着鼻子走，一会贪婪，一会恐惧，最终高买低卖，资金愈套愈少。资讯不对称也是个问题，公司真正的营运状况、主力资金的动向，普通投资人哪里及时掌握？内线消息当然听不到，新闻报道往往也是马后炮，结果小散们就像瞎子摸象，在资讯落差中做出错误决策。更糟糕的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士散播假消息，又多又空，让散户成为他们收割的韭菜。当一个投资者不懂得独立分析，而只是一味听信传闻，人云亦云，他基本上就失去了主动权，变成市场宰割的羔羊。久而久之，他会发现自己几乎每次都站在错的一边，行情好时冲进去接最后一棒，行情坏时在谷底斩仓，长此以往不破产才怪。最后也是最具根源性的一点，急功近利，想一夜致富，这种贪婪心态是所有错误的源头。那些倾家荡产的人，无不是带着暴富梦进场的，他们希望短时间内把本金翻好几倍，恨不得半年赚一辈子的钱，因此他们才会满仓重压，铤而走险，用尽杠杆，也不愿脚踏实地慢慢增长资产。股市中流传一句残酷的真相，股市就是一部将金钱从急性子手中转移到有耐心的人手中的机器。也就是说，没有耐心的人往往成了贡献金钱的对象。那些倒下的惨败者，正是因为没耐心走稳健累积财富之路，才会选择孤注一掷走捷径，结果适得其反。他们也许看过一些股票迅速翻几倍的传奇，听说别人在短短几周赚了几十万、上百万，就再也按捺不住。心理学上有所谓 FOMO 错失恐惧，说的就是生怕错过赚钱良机的那种疯狂心态。他们越看别人赚得爽，就越急着冒险下注。但股市从不怜悯这种急躁的人，你越急着发财，他反而让你破财。许多投机客第一次进市也许幸运赚到钱，这反而强化了他们的赌徒心态，之后投入更大，直到把之前的赚头连本带利赔出去。人性的贪婪与侥幸结合，就是倾家荡产的毒药。没有谁能随随便便发大财、快速致富的欲望，反而会毁掉你的本金。正如一句投资箴言所说，人们之所以无法致富，是因为他们想要迅速致富。在股海中，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却很容易把自己烫伤。当一个人满脑子都是暴利的幻觉时，他已经踏上危险的不归路。综合以上种种，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赔到倾家荡产的人，看似犯了很多错误，其实万变不离其宗。他们都抱着赌徒心态在炒股，把股市当赌场，把运气当策略。这正是那可怕的共同点。这种心态让他们无视风险，忘记基本常识，一门心思只想赢钱，却不想着怎么不输钱。更进一步说，他们之所以沦为赌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懂得正确的方法。如果用一句话来点破，把散户搞垮的从来不是股市本身，而是对股市一无所知又无计划的瞎玩。换句话说，
无知和盲目才是最大最可怕的风险。很多人在破产后懊悔不已，才痛悟自己其实根本不懂股票投资的门道，当初连最基本的风险控管和选股原则都不明白，就胆大妄为的冲进市场，结果可想而知。查理芒格曾经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揭示这个道理，告诉我哪里会死，我就永远不去。要想在投资上存活，就得先知道哪些做法会要你的命。好，绕开他们，我们刚刚详细解剖了那些致命的错误，就是为了引出安全投资的真谛。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方法呢？为什么有些人懂了它，就能在股市长久生存，积累财富，而不懂的人就只能重蹈覆辙呢？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前面故事中那位反败为胜的同事到底采用了什么不一样的策略。还记得那位10年存下3000万的隔壁同事吗？他的经历其实并不神秘。据了解，这位同事并没有成天追逐热门标的，也不关注小道消息，更从不满手杠杆搏命。他采取的是一种相当稳健的价值投资方法，每月固定从薪水拿出一部分投入股票，精挑细选那些业绩稳健、前景良好但价格被低估的优质公司股票，长期持有。他买股票前会先仔细研究公司的财报和商业模式，只投资自己看得懂的企业。买进后遇到股价波动也不惊慌，因为他坚信股票的内在价值终会反映。10年来，他经历过几次股市的大涨大跌，但他从未跟风追高或恐慌杀低，而是始终按照自己的节奏定期投入。在市场狂热时，他保持冷静；市场低迷时，反而逢低捡便宜。就这样，靠着时间和复利的魔力，他的资产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10年间，股市经历了种种风浪，可这位同事的资产曲线却稳步上扬。他成功的秘诀无他，用对了方法，重视风险控管，严守纪律，耐心积累，没有惊心动魄的暴富戏码，只有日复一日的理性投资，却换来了令人称羡的财富成果。其实他所运用的正是股神巴菲特和他的搭档查理芒格数十年来奉行的原则。巴菲特投资股票60多年，年均报酬率将近 20%， 几乎从未出现过重大亏损。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并非靠天才般预测股市涨跌，也不是靠频繁短线进出捞快钱，而是恪守几条简单却威力惊人的标准。首先也是最重要的2条，被他称为投资的金科玉律。第一条，不要赔钱；第二条，永远别忘记第一条。这听起来像废话，却点出了成功投资与赌徒的根本分野。赌徒只想赚钱，而真正的投资大师首先想的是如何不赔大钱。风险控制永远摆在第一位，有了本金才能谈获利。巴菲特每次出手前都会先问自己，最糟的情况下我会损失多少？我能接受吗？如果风险不可控，他宁可不赚这个钱。他从不使用借贷杠杆去搏杀，也极少把资金集中在单一投机上。有人笑他动作太慢、太保守，可正是这种稳健，让他远离了倾家荡产的命运。第二，巴菲特有严格的选股3标准：一是他能听懂看懂的生意，从不碰自己不了解的行业，他称之为能力圈；二是具备持久竞争优势的优秀企业，产品或服务有护城河，盈利能力强劲；三是价格足够低廉，有安全边际。满足这3点，他才会出手买进。这些标准看似平淡无奇，但难就难在能始终如一地坚守，不被市场杂音动摇。例如网际网络泡沫时代，无数科技新贵股票疯涨，巴菲特却因看不懂这些公司的商业模式而拒绝参与。当时很多人说他落伍，结果泡沫破裂后，巴菲特的坚持为股东避开一场浩劫。懂行，擅长评估价值，坚守安全边际，这正是价值投资的方法精髓。再说查理芒格，他常常强调投资要反人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要逆着一般人性中的弱点来行事。人性使然，我们容易贪婪、恐惧、随波逐流。芒格告诉我们要时时警惕这些弱点。他有一句名言，要成功，先研究如何失败。换言之，他建议投资者经常反过来想，哪些行为会让我倾家荡产，然后牢牢避免那些行为。我们前面已经替大家分析了那些会让人倾家荡产的坑过度杠杆、拒不止损、重压单股、道听途说、急于求成等等。
芒格的智慧是，只要远离这些坑，你自然就比大多数人成功。在此基础上，再辅以正确的方法，选好公司，合理分散投资，长期持有，让复利为你工作，你的胜算就大多了。事实也证明，价值投资虽然不能让你一周翻倍，但长期下来威力惊人。举个简单的对比，假如你有100万元本金，采取稳健的方法，每年获利 10%， 复利滚存下去，约莫7年资金就翻1倍。而如果你心浮气躁，想1年翻倍，可能几个月一次失误就赔掉一半，接下来要再翻倍才能回本。实际上一来一回白白浪费多年光阴。真正厉害的投资者拼的不是一天的暴击，而是常年的累积。正如巴菲特的搭档所言，人生就像滚雪球，最重要的是找到失血和长波。失血指的是良好的投资标的，长波就是充裕的时间。早早开始，耐心坚持，让时间和正确的方法一起发酵，财富雪球就会越滚越大。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那位多次破产的工程师，他其实并非愚笨，只是被错误心态蒙蔽。每次他赔光后，痛定思痛，也曾发誓下次要谨慎。然而一旦行情转好，他又急着翻本，把之前的教训抛诸脑后，重操旧业班第 ALL 因豪赌。所谓疯狂的定义，就是不断重复相同的行为，却期待不同的结果。很遗憾，这位工程师朋友正是这样的写照，他一次次走上老路，最终难逃失败的宿命。反观隔壁那位同事，可能一开始并没有工程师赚得快，但他从不让自己陷入破产的境地，因此每次行情向上，他都能站在场内稳稳获利，而行情向下时也有足够家底抵御风暴。长此以往，复利的奇迹就出现了。一方因为几度归零而原地踏步甚至退步，另一方则坚实的从100万变200万，从500万变1000万，终于拉开了天壤之别。这正验证了另外一句老话，股市里最终胜出的往往不是那个跑得最快的人，而是那个从头到尾活下来的人。能活下来，靠的就是正确的方法和心态。现在我们可以自信地揭示，那些买股票买到倾家荡产的人，都有一个可怕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抱着赌徒心态进场，却不懂得股票投资真正需要的方法。反之，只要你避开赌徒式的做法，学会正确的方法，你就很难被股市打垮。这方法并非什么高深奥秘，而是我们上面反复强调的敬畏风险、控制杠杆、严守纪律、深入了解你投资的标的、坚持价值和长期的信念。当然，说来容易，真正执行时，人性弱点仍然会出来作祟。但至少当你听完今天的深入探讨，你已经知道了那些让人倾家荡产的陷阱在哪里，也明白了成功投资的大方向。希望每一位观众都牢记，股市不是赌场，千万别带着赌徒心态进场。投资不是投机，掌握方法才能在这场长跑中活得长久。最后，用巴菲特的一句忠告作结，股市里最重要的品质不是智商，而是控制情绪的能力。只要我们摒除那可怕的共同点，无知且贪婪的赌徒心态，取而代之以知识、理性和耐心，我们就不会成为下一个倾家荡产的故事。相反，我们将有机会成为那个10年累积1000万的成功者。记住，不懂的方法，现在你已经懂了，剩下的就是付诸实践。祝各位都能在投资旅途中避开深渊，稳步前行，财富与日俱增。